17岁富二代少女残忍杀害84岁邻居，杀人动机令人发指。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凯米·阿德约拉，1987年出生在英格兰。他们家中一共有3个女儿，凯米在家里排行老2。他的父亲博拉曾是一名拳击手，后来改行做了房地产经纪。他们家一直过着富裕的生活，然而在1989年，这一切发生了改变。他的父亲博拉因走私大麻被判入狱，这也导致了婚姻的破裂。他的母亲在离婚后获得了400万英镑。凯米一直跟着母亲生活，母亲经常带着他们四处搬家，导致凯米在11岁时和父亲失去了联系。父亲只能通过祖父母了解他们的情况，并给他们一些生活费。凯米和家里的姐妹在一所私立学校就读，每年的学费要2.3万英镑。母亲总是大肆挥霍，又不肯工作，很快他们的生活就陷入了困境。凯米在私立学校只就读了几个学期，由于没钱支付学费，被迫转入了一所公立学校。也是在这个时期，凯米出现了一些不良的行为。他会将邻居池塘里的金鱼杀死，然后嫁祸给一只猫。2002年，他们搬到伦敦的一个犹太社区，他们的邻居是一对名叫安妮和莱安纳德的老夫妇，两人结婚已有54年。安妮的一生都在做慈善，尽管她的身体已经越来越虚弱，但她仍不吝啬帮助他人。当凯米被锁在门外时，安妮会伸出援手，将凯米邀请到自己家里。凯米没有因为邻居的善举有所收敛，他的行为反而更加恶劣。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，凯米都会把音乐声开得很大，赤裸着身体在社区里四处乱转。当有人指责他时，他会用大声尖叫和咒骂来反击对方。他曾对社区的一名亚裔成员进行过种族辱骂，他躲在灌木丛偷袭对方，导致对方的鼻子骨折。邻居安妮却认为凯米只是一个陷入困境的孩子，他仍然会对凯米施以援手。这时候的凯米已经放弃学业，并在15岁时成为了一个职业罪犯。他穿着光鲜，说话得体，目的是为了篡改收据，以获取盗窃赃物的退款。他称这是一项伟大的技能，并以此炫耀。2003年7月，他们搬离了这个社区。之后，凯米因多次盗窃而被判刑，他被送进了当地的少年监狱。2004年10月，狱警对牢房例行检查时，在凯米的牢房里发现了一份长达18页的手册。手册的标题名为《监狱和再次生活》，里面包含了一份购物清单，有手铐、枪支、毒品和屠夫刀等。手册详细记录了凯米的杀人计划，其中包括如何杀害、肢解和处理受害人，直到从中获得300万英镑。当监狱方和凯米对峙时，他坚称这是一份惊悚小说的草稿。监狱的精神病医生对凯米进行了评估，结论是凯米没有暴力倾向，而且他以前也没有暴力行为的记录。报告里描述他是一位非常聪明且复杂的年轻人，如果得到良好的教育，他应该能很好的康复并继续他的课程。后来发现，医生相信了凯米的谎言，原来他声称自己4门学科都取得了 A 的成绩。3个月后，凯米被释放，他被认定不构成威胁，所以不再需要进一步监控。假释期间，他居住在父亲提供的公寓。父亲曾试图鼓励凯米回归正途，但凯米似乎并不领情。他偷了一本笔记本电脑，还砸毁了父亲的办公室。在公寓到期后，他搬到了每个月800英镑的公寓，与另一名青少年住在一起。他声称自己是每晚赚500万英镑的陪护女郎，当然没有人知道这一说法是否属实。2005年3月14日，凯米来到以前居住的社区，并进入他的前邻居家。这对老夫妇正准备去以色列找女儿，他们已经订好了前往以色列的机票。莱恩纳德出门取机票，安妮则因为身体不适在家里休息。上午11点左右，莱恩纳德回到了家中，他看到妻子的衣服散落在走廊，而妻子正躺在这些衣服下面。他以为妻子是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失去了知觉，于是在叫救护车前还给他做了人工呼吸。恐慌中，他完全没注意到妻子的睡衣、浴袍还有走廊里全是血迹。救护车到达时，医生确认安妮已经死亡。后经证实，她被捅了14刀，她的躯干、右臂和背部都有很深的伤口，这些伤口来自1英寸宽、5英寸长的刀片。起初警方认为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案，因为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，所以认为是安妮给凶手开了门。然而很快警方就找到了新的线索，
他们在安妮的指甲缝里发现了 DNA， 后经比对 DNA 属于17岁少女凯米，她被逮捕并被指控谋杀。凯米否认了这些指控，审判期间，在面对安妮悲伤的家人时，她显得非常放松。她的律师辩称，谋杀案发生当天，凯米曾拜访过安妮，在凯米扶安妮过马路时，无意中被她的指甲刮伤，所以才留下了那些 DNA。 律师还将凯米的杀人手册称作一个16岁少女的涂鸦。然而检方指出，凯米曾让朋友帮她虚构不在场证明，他还试图贿赂一名公交司机，证明他当时在一个公共汽车站。他更改了一张手机充电器的商店收据，以证明自己不在现场。检方认为，他杀害安妮的动机很有可能只是他杀人计划的第一步，通过自己熟悉的邻居来达到自己练手的目的。如果警方没有发现那些 DNA， 凯米很可能会继续作案，完成他杀人手册中300万英镑的计划。2006年6月27日，7名男子和5名女子组成的陪审团以10-2的票数裁定凯米有罪，因此他被判处终身监禁，并建议至少服刑20年。事后，一名警察描述，凯米被捕后，警方对他的公寓进行了突袭检查，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堆性玩具。后经证实，这名17岁的富二代少女靠着出卖自己的身体过着虚荣的生活。有人认为凯米是天生的杀人犯，是一个极其傲慢的精神病患者，他完全不顾及别人的生命。凯米的父亲博拉则表示，没有人天生邪恶，但他所做的事情是邪恶的。她不再是我的女儿，我永远不会再见到她，也不想再让她靠近我。我后悔曾经遇见她的母亲，当我看到安妮的照片时，我哭了。